男嘉宾小柯24岁，来自广东，活动策划；女嘉宾小英28岁，来自广东，美容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要结婚了是吧？啊，后来喝多了，又不结了。就是讲了一句气话，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我还是想跟你结婚的。订婚期了吗？当时？定了。什么时候啊？17年的10月2号。没结成？没有。你们俩现在什么状态啊？分开了。分开多久了？分开有大半年了。你啥时候想着要重新追回她呀？其实我一直都有。哎呀，说了一句什么话？这姑娘这么决绝的，婚期也定了，她就跑了呢？当时你说了什么呀？大不了婚就不结了，然后她就甩门就走了。我从来不相信说一句话、一件事儿，就能让一对恋人就这么就此就分开，甚至马上要结婚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你们在这个决定结婚之前，谈恋爱谈了多久？谈了2年多。当时谁追的谁呀？我追的她。追得辛苦吗？辛苦。大概追了多久？差不多1年。那个时候女生在犹豫什么呢？她说她追得很辛苦，你在犹豫什么？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因为我本身比他大那么多，我觉得他不够成熟，也不够担当，就是玩心还太重。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我怕就是走不到最后。所以就是说，他在追求你的时候，你已经特别清晰的在盘算这件事儿了哈。就这男人靠不靠谱？以后有没有可能有未来？所以他这1年的坚持是打动了你，是吧？是的，在这1年当中，其实他一直都很坚持，我也看到他的用心。交往之后，你们俩谁提出的要结婚呢？是我。哦，是你提出的结婚？对啊，你觉得没问题是吧？是，他也挺上进的，包括就生活当中啊，我们俩在一起之后，他知道我不喜欢吃外面的快餐，下班之后呢，他要是不去接我的话，他会回到家里提前做好饭。我们广东人喜欢喝汤，他也会就是提前煲好汤等我回来。就这种日子坚持了多久啊？就是确定订婚之前，他都是这样子对我。发生改变，听这意思是在订婚之后是吧？是的，是的。订婚大概是因为结婚是你提的是吧？订婚是在什么时候订的呢？订婚是在那个17年初的。这双方父母应该都介入了吧？见过，那会儿我就觉得我们都谈那么久了，而且我觉得他在事业上逐渐也稳定了下来，而且对我也那么照顾，我就觉得我到这个年龄也确实是要结婚了。但是我跟他提出来要结婚的时候，当时他很开心然后呢，我们就安排了双方父母见面策划那个婚期酒席之类的事情。在这期间呢，我就发现不知道怎么的，就越往那个婚期那边走，他好像就逐渐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呢？比如说，像平时生活中，我看他的手机，他看我的手机，我们俩都没有什么避讳的。那有一天，刚好我手机在充电，他去洗澡了，我也无聊，我就拿他手机去看电视。不知道怎么的，就一个人发信息，我就点开去看了，有个女的就直接蹦跶上来就叫他哥哥，特别的亲昵。他出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奇，我说你怎么就突然多了一个妹妹，我怎么不知道啊？就是没想到我刚说呢，他当时就感觉好像情绪有点激动了，他直接就说你怎么这么来看我的那个聊天记录啊？确实我可能有点过激，但是我觉得你开始不信任我，所以我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就是除了有这个问题之外，你还发现了什么？我相信不可能是一件事儿，还有别的吗？就逐渐，他老往外跑了那段时间。干嘛呢？老是有聚会啊、应酬啊什么的，老往外跑。就是以前都没有。以前会有，但是会比较少。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是我在实习期，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工作。那谈恋爱的时候不是也那个吗？他说的这变化应该是在订婚之后嘛？不是订婚之后。为什么呀？我现在手头上会有自己的客户，我要自己去跟我的单子，所以我要经常去见客户，我要跟他谈一些活动上面的一些改动所以我才往外跑的。结婚之前其实有很多事儿都会冲突嘛。这个比如说装修房子啊，各种筹备啊，你们在这个层面上有争吵过吗？有的。什么样的冲突？本来呢，我们是在深圳已经买了房了，但是那个房子还没有装修，我们是一直在外面租房住。那我自己的心里想法，我就觉得，那结婚之后肯定是要租自己的房子会比较好一点。那我就想着跟双方父母商量，2家出点钱，然后把那房子装修好作为婚房。当时都已经说好了，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
不想装修房，他说他想把那个钱先买辆车。我有跟你解释啊，男人都爱车子。如果我们结婚，我们可以带我们的父母出去，然后我可以送你，如果你出差的话。可是深圳那边交通本来就很发达呀，地铁啊、公交、BRT 特别的方便。其实车子根本就不是必需品。我们现在眼前我们马上要结婚了，那住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讨论这个了啊，我知道啊。大段的讲理，讲理的背后其实是另外一个声音在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我就觉得他好像不太想结婚，然后不太想聊结婚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个男生想买车行为的本身并不是出于交通的考虑，而是对这个婚姻不太重视，或者叫对你们未来生活，你觉得他有点飘移了，大概是这么想是吧？对，其实最重要还是有一次，你知道吗？本来那有一天都已经定好了，我爸妈还有他爸妈一起坐下来定一下酒席之类的事情。我还叮嘱他，我说让他到时候就不要迟到，早点到嘛。可是我们都到了很久，我给他发信息，一直发信息他都不回，后面他才给我回电话，他说他在忙，过不来了。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生气，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把工作先放一边是吧？我已经跟你说，你先跟他们吃完饭，我回头会跟他们解释的。可是你就一直打电话给我，我在跟客户确认，如果我签完字，我就肯定是可以走的。可是你一直给我打电话，我就做不了事情的呀。那你要忙，你可以提前给我发信息啊，提前给我打电话。婚庆策划的。哦，婚庆策划。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我才知道。后来这顿饭怎么吃的？有没有跟爸妈们说一下？说，哎，他临时有个事儿，咱们吃完饭一会儿回家再接着聊这件事儿。你解释了吗？当时解释了。啊，解释了。但是我爸妈还是就有点不开心，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觉得不被重视嘛。对啊，你那时候心里是不是就更慌了？种种迹象，以前没有妹妹了，现在有妹妹了。这个说好的要装修房子，要拿这个钱去买车了，然后说好我们商量怎么去完成这个婚礼的细节，结果这人放你鸽子了，心里更不安了是吧？是的，我就觉得我在他心里面的地位逐渐好像就是不像以前那样子了。诸多的事情堆积在一起，所以就出现了你应酬、喝酒，喝完之后你絮叨他，絮叨完了以后你就说大不了婚不结了，这是一句气话。是的，以你今天的想法是一句气话，但是你当时就当真了是吗？因为是这样子，那天我生日，就是我朋友、我闺蜜她们本来是想计划说给我过个结婚之前单身的时候过一个难忘的生日，可是我就觉得我们既然要结婚了，我都把这个闺蜜的一个邀约我就推了，我还提前跟她说，我说我今天生日，看怎么帮我过一下，难忘一下。公主还在等待更大的惊喜。难忘点嘛。对，早上的话，他也就跟我说了个生日快乐，他说好，晚点回来。可是呢，我在那等半天，他都回来，啥都没有，一点表示都没有。完了之后就直接就叫了个外卖。好吧，这件事咱们就不说了啊，不用再说了啊。是这样的。你叫这个进去没有意义了。可是那会儿我跟那天我还过生日呢，我过这生日，他就接了个电话。就跑出去了，他说有应酬，结果呢半夜不回来，我一直等他，我就闲得无聊，我刷朋友圈看到他兄弟的朋友圈里面拍了一张照片，刚好里面有他在里面呢给一个女生凑得特别的近，你知道吧？完了之后大半夜才回来，我一直等他回来之后喝得醉醺醺的，我就说了他就对我很凶。他说你老是这样的管我，大不了不结了。当时我很生气，我直接我就打车回我家了。其实很难过，以前我生气的时候他都会来追我，那天他竟然没有来追我，我就很难过。我回到家里，他都一直都没有来找我。我就跟我爸妈商量说，我说要不这婚就不结了。其实我心里我还嘀咕着，我说要不就借着就是退彩礼的时候看一下他会不会有挽留，他也直接把彩礼给收了。当时我就觉得真的就彻底的就死心了。对，你是试探一下，结果这小子真把彩礼收了。对，我没有悔婚的意思，因为我是做新人的策划的，那时候一对新人结婚，然后是我做的，但是我进来看到他们的朋友圈，他们离婚，所以其实我是有点慌，然后我很害怕，我跟他是因为头脑发热，然后选择了结婚。我其实不想离开他的，我很害怕我会到后来跟他离婚。从你们那次闹别扭到现在有多长时间？大半年了。那你这半年你没做什么挽回的这个事儿吗？就这么冷着两个人？就是这期间他老是跟我说他之前想挽回我，但是呢他来找我之前其实他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他也没有给我发信息，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直到前段时间他跟我说想通过这平台来挽回我，他之前伤我那么深，现在突然这样子说，我都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你为什么来呢？我就想，就是问问大家的意思，我就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哦，来吧，老师们你们来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李，注重在小这个字上，你就是一个孩子，幼稚。姐弟恋要成功，姐姐不要倚老卖老，弟弟不要恃宠而骄。但恰巧这2点你们都占了。其实女大男小的感情大概分为2种，一种是自信的，一种是不自信的。你大概是属于那种不自信。有些女人认为我的人生阅历比你更丰富，所以我能够驾驭得了你的青春。但其实这句话的背后是一种不自信，因为害怕自己衰老。但有些女人就不一样，她愿意承认自己正在衰老的路上，而除了衰老之外，我有区别于其他的年轻女生不同的魅力。但你没有这一点。你本来认为一个年纪比你小的男生应该足可以被你所控制的，但是你没想到反过来你被他所控制。如果你敢于跨越年龄去找一个比自己小的男生，除了要参与他的成长之外，你应该要有足够的自信。你已经俨然知道了这样的年龄差异，你就可以去推算，你会老得比他快，对吧？你的身体素质会比他衰老得更快，等等这些东西你都要提早就想到。所以你要知道，你之所以跟这个比自己小的男生在一起，不是要去占有他的青春，不是要去占有他的容貌，你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你认为彼此之间有合适的平台。其实我认为那些跨越青春去相爱的那些忘年恋的那些人，当然你们没有这么大的差距，我认为都应该彼此往时间差的终点去靠。男人尽可能打扮得老一点，避免让女人感觉到自己的衰老。女人尽可能的青春活力一点，不要老成持重。
彼此都互相体谅对方，来弥补这样的年龄差。我认为这是双方都尊重这段感情的基本态度。但事实上，你们的交往事到如今，第一，你没有这样的自信和没有这样的胸怀以及智慧，而他其实正在显现他这个年龄应有的幼稚和冲动。所以说，你也不用伤心，你应该感谢他给了你美好。反正我对于你们俩之间我是不太看好的，因为他的成熟，整个的过程，其实你真的没有信心去参与，你只会越来越郁郁寡欢。与其这样的话，找一个年龄适当的人，好不好？就这样，祝你们幸福。跟他在一起那3年开心吗？订婚之前还是很开心的。开心吗？开心。够了呀，有那么好的一段时间，不是挺够的吗？你那会儿开心吗？开心。啊，然后突然要结婚了，那一年是不是特惶恐？有一点。反正婚没结成嘛，结论就是我吓死了，我吓跑了。其实事实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儿了，时间是最好的例证。前3年对2个人来说都是幸福的、合适的。你们这场变故证明了一件事儿，你们俩要谈恋爱啊，会特幸福；你们俩要结婚呐，真的不好说。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事情其实我活在当下，我很愉快，赌一把嫁给他也没什么呀。如果我们觉得快乐，我们就好好的去珍惜它，去经营它；如果我们觉得不快乐、很痛苦，我们就直面不快乐和痛苦，给大家一个解脱。不要自欺欺人就好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为什么近小半年我都没有联系你？我跟我朋友谈论过这件事情，我确实做得挺混蛋的。我不应该对你讲这种话，毕竟我们已经订婚了。还有，我不应该收你的彩礼的。我挺后悔的，但是没有办法。现在我回头看，我真的不成熟，但是现在我长大了，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希望给你更好的未来，我会给你一个好的家，回到我身边好吗？再相信我一次，我是爱你的。我还没有想好，我要再考虑一下。来，谢谢2位，请回。好，谢谢。谢谢啊。来，请关门。最后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请开门。来吧。